花莲凤林有一届总体头届农民，系人家自己、人家老公、人家阿爸，为工人为顾家庭。佢同时咪系一届领奖艺术家，佢是出国留学，咪从外种去打拼。头几天转到报纸接了后，随着面对众多现实嘅问题，还系东读书一步一步去做，咪坚持用相机为自家嘅家乡记录汉卡到容貌。老港记者林秋玲公众面嘅报道。我就跟你说，那个海拔很高，它其实就是云雾带，它就是很快。我们这边大概现在这个风啊，9点就大概起风。这么早？你如果早上都没有风，但是9点之后就开始起风，正常就是一直到晚上才停。然后呢，10点左右大概就是那个云就开始一直积。你早上来的时候，其实要看这个完整的山很容易，但是就是中午之后就，这个要撒那个油麻菜花，这个是我种的。这是你种的玉米？一整片呢？有的都已经有结玉米了啊。已经都结啦，但都还没有熟。还没有。现在倒掉都完全没有用了。没有采收了。等一下老鼠冲出来，你们不要吓到。他们可是常常会咬老鼠回来。去田里的黑旺刚刚也咬一只老鼠，他其实他的工作，他就是他们因为住在这农村嘛，田当多该，比如讲你该无的骨体，磨东西好食，就全部要做了不顺啊，请多老鼠啊，记得要去亲啊，要去咬啊。好，成班好去平常的。其实。一个状态就是说生命其实它在某些瞬间，其实它的存在，你好像就死亡也就这样子。像这2个对我来讲都是一棵树，它们2个有个同质性的，就是说它们的灿烂的时间可能就即将消失，这2个都有一样这样的东西，它很瞬间就消失。那他可能本来应该可以活个100年，但是他没有活过100年，他就死掉了。那在一个死掉的生命里面啊，我又刻意架着一个脚架，在风吹过，就是用稍微慢速的快门去捕捉它有风吹动的感觉，所以它又有一种流动的生命在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死亡，也不见得是死亡，然后绚丽也不一定是，就是那个灿烂，它也不一定是这样。可是因为摄影，它又变成某种程度的永恒、决定性的瞬间啦。但是某个瞬间就存在，就很快就没有。可是也有一些不一定要是这样，某一天都会按有。大部分的东西应该就没有去介入，就是就旁边看，纯欣赏拍摄下来。我觉得这种照片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但其实。想要拍出这样的好照片其实很难，因为其实一张好照片，其实你要等待它一个好的时机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刚刚一群人跟老师出去拍照，但是其实每个人拍出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环境跟我们平常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拍出的东西也会故事，不管是故事还是构图，都会跟老师会有所差异。所以我觉得心态跟平常你要怎么去看视角都需要去调整。我就看到窗门唔是乜个中度乜个东西啦，就讲先坐我过来，我就发现我就讲伊喺外每个树存出来个松米的彩虹本面，我就讲中间人那去本面你啊装咩嘿？我来出去去个教水吼。其实家咩就是在他自己的世界，跟这个蟾蜍在家门口阴天阴不阴天啊，比如讲，他也在他的世界，这个都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状态。
那每一个人生命面对的事情都是很不一样的。其实小孩子出生，你就会真的会把所有心思一直放在他们身上。可是随着他年纪渐长，他也要当成他自己。那我也要学习放开他，不用什么都要管他。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还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其实有一些片段是可能2年前就是我儿子的样子，然后有一些是今年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时间是用飞逝的。那我觉得，生命不就是这样吗？那个把握当下太重要了。就是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那当然，我觉得生命你会有很多的期许，你会有很多的愿景，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去预料到很多赶不上变化的事情。那倒不如你在这个期许里面走的过程里面，好好的珍惜那个当下的脚步。其实都是日常的场景，可是觉得老师的眼睛可能内建那个大师照相机，看出去都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变成，其实就像尤其这些人像，我觉得蛮有感觉，因为很多就是平常根本不会注意的嘛，就是路人们。可是其实老师把它拍得很有生命的感觉，对。那其他的影像也是，因为其实像那边有一些小朋友的，我觉得都是整个很活泼，对，就觉得是可以试试看啦，就是偷学一些概念，能不能把生活一般的东西拍得比较有感觉这样。还有一些就是生活日常，就是看起来好像其实还比较平淡一点，但是又觉得说里面有很多细节，就是比较温馨一点，然后好像你平常走路可以看到，可是它又有一些像是几个比较意象的照片，我都觉得还蛮喜欢。就是你有想象空间又增加了，就是除了这种比较日常的，然后你又可以就是加入一些，就是有一些幻想的部分，觉得这个部分算是蛮特别的。我说人家要办有啦摄影展，好多全部都是较神发的吼。神发的东西嘿，礼拜的展览哈，就嘿全部是该爱。你遐大的位数差不多，方圆2公里左右，全部都在一家木卡咧翕的东西。然后以前，比如讲，你翕相，行都冇买去翕，又行他无强用，就全部是木卡翕一家生意呢，翕一家咧木顺的东西，哈，看到的人啊、事物啊。像你就水太重的呢，你还翕嘛解？你啊看迄个像写的东西，实际上，它是蚊子，门内啊，门内该造型该鬼亲的这个肥啊，想要让它的这个东西的渺小的感觉，必须把这张照片做得比较大，所以拍摄上要拍到它很清晰，其实是有困难，无按简单啦，快门速度轻脚不过你都。轻降大部分你的影像画质会变按摩按后，而且按胎又按这么细致是比较困难的。今日印不印挺图呢？印挺图，我仲有新的磨按后堆到。然后我觉得顺龙在这个过程里面，应该是说他这次展览它呈现了落定的所在的主题啊，它其实很多的影像除了生活的片段，其实很多是穿插在工作里面他眼睛看出去的世界。那不一定是工作，应该是说综合来讲，就是我们生活在凤林这边，他的每天的一举一动。这个柿子今年台风吹一下，吹到叶子都掉光，它一直在吐芽，每一棵树都要以为现在是春天。真红哦，眼唔开哦，爱用眼膜爱开哦，爱用这清熟的，它熟的剃头就会要青红啊，眼唔开啊。哦，泡青酱诶。系青酱，你若洗要以后洗咯，切像水果安样哦。哦，嘿哦。嘿，长洗，外头是拿来该鸡汤啊，煮个鸡汤。你做在煮鸡汤？嘿，做的清甜，清好食。咁样我放剃头的时间当油好。系啊，就放雪，你让留一点的迄个塞嘛。啊，家己有动刀都在塞呢。
你再开发咱位以后，该是咱个一方产品，我们出啦。我觉得其实顺龙他有非常多重的身份，就是他是农民，然后他还是老板，然后他还是老师，可是他也同时是身兼创作者、艺术家这样。那我觉得在生活的转换里面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讲斜杠，但是我觉得很多斜杠其实是变成一个生活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乡下，然后选择以农夫作为主业。剃头就会落冬，咱会上剃头嘛，嘿，就是说一家，落冬的时候，落冬有落定、安定的意思嘛。所以我们怎么样还是要安定在这里，就是这个，尤其是农人有种东西，就会有一种一个生根的那个东西要在。这边应该是黑的，黑金刚嘛。不同品种。我这边有插一根竹子，哦，有。就做记号。我绑住假绑一些嘞，等它转起来就细细啊，就成70块啊。啊，人隔天讲哦，好帮忙，恁当时帮会得的啦，看了是哎呀，优秀的。也全部係經驗吼。經驗啊，時間多差唔多就多的啦。不過來後因冰頂吼，東北季風來，該人啊下去要幫，唔會熟的啦。农夫有农夫的压力，因为天气的各种变化不是我们能够去预料的。那个压力对他来讲，我觉得这10年的转换，从一开始非常没有办法，就是心脏没有办法负担，到现在能够坦然面对。然后我觉得，在中间的调剂里面，因为我们也从原本2个人变成有了2个孩子，变成一个家庭这样。然后我觉得生活里面喜怒哀乐其实都是有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让生活更丰富的一些养分。假设去田里要30分钟，我就会去抓40分钟或是1小时，我会给自己多一点点时间再去感觉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相机也会带着，就基本上给自己创造一点机会。就以前我去路尾骑，啊，毋过伊俩他转弯到亲戚家，咩唔是亲的啊，就生发顺风出游的东西啊，面见到会看到动动伊跳高可能他看唔到，可能佢动次元都一次定也顺风出现，啊，毋过伊因为俩经验个转变，转来到翕戚家身边的东西的时间，除非去注意到佢。不管迄奈全部都得，要有生活的感知，这个能力要有。没有，这个台风来才倒掉了。我上次来其实也拍过，我上次台风过后我就拍了，然后现在还是又有一些又不太一样了。有时候不见得会有这么多时间想太多了，但是感觉就有一点东西在这里面，藏在这里面。就是那个是第一个直觉啦，所以就会拍一拍忘记时间了。会，但是肚子饿会告诉我，也许它有裂痕，它的状态，那它在怎么讲？对我来，它很复杂，它有可能是因为破坏被锯掉，新的生命在长，这里面。当然要去说它的东西，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或者也不一定叫解释，是一种感受。那我也许在这个光线下，我看到的也许是，只是一个这个整个综合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它现在的语义不一定很明确。那这张照片也许它放在别的状态，它会有形成别的连结性，所以不一定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看它周边的搭配的语义是什么，会串联在一起。这一次的展览里面，我觉得很多的影像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对，那我觉得透过他的视角，然后把这些影像再用一个拼凑的方式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展览的状况里面，我觉得它很像走马灯。然后我觉得很快速的
拼贴了，其实它不见得是这几年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它很快速的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其实它有风景，然后也有人跟人之间，那我觉得都是很温暖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讲，这样有一些生活的片刻，小孩子的状态，的瞬间又把它转换抽象啊，还是一样，就是每天还是一样有生活。那生活的心境就是看自己怎么看啊。这么微小的东西，它其实也有一些，就是我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细节，其实都是要不要用心去看待自己的生活。你要说无聊，天天都可以很无聊；你要觉得转换一种心境，它都可以很有趣。